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科菲比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是我的第一支视频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今天我想说一下我2017年使用过的一些防晒产品的 review， 大概有10多个吧。认识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是一个超级防晒控，我一年365天都要防晒的。我觉得保湿和防晒是抗衰老的第一步，也就是最关键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几种防晒产品的区别，有物理防晒，还有化学防晒。物理防晒分为2种。Titanium dioxide 和 Zinc oxide 分别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，剩下其余的产品就是化学防晒咯。它们两个的作用原理不同，物理防晒呢主要是通过折射紫外线，化学防晒呢是吸收紫外线并且转换为热能。好了，了解了2种防晒产品的区别，我们来看一下利弊吧。物理防晒一般会反光，也就是说你在开 flashback 的时候拍照会变得很白，它非常的温和，适合各种敏感性肌肤。化学防晒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刺激反应，就是有人反映涂了防晒以后眼睛会比较熏、刺激或者流泪，这一般是化学防晒造成的。化学防晒呢，一般来说比较轻薄，水洗就可以。物理防晒呢稍微厚重一点点，会有一点点泛白，所以要用专门的卸妆产品。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化学防晒呢，在光底下没有物理那么稳定。如果你要是大太阳底下会大量的流汗，我还是建议使用物理防晒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化学防晒它转换它的热能可能会导致你长黑斑，因为斑点的产生跟温度也有一定的关系，温度越高的话，就越容易产生黑斑。如果你本来就是很容易长斑的体质，我建议尽量选用物理防晒比较好。我个人来说呢，如果太阳非常大，大量的户外运动，我会尽量选择物理的。但是因为化学防晒它真的使用感非常好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偷懒也会使用化学防晒，特别是阴天通勤，还有需要大量拍照使用闪光灯的时候，我都会选用化学防晒。好，现在讲一下我去年已经推荐过，然后今年又默默回购的产品。第一支是这个 Sam 紫苏防晒，还有这个 Eclipsia 是资生堂旗下的一款防晒，还有一个是这个 Lancer。接下来是这个欧莱雅的防晒喷雾，还有这一支 Color Science 的防晒粉。好，现在说一下紫苏防晒吧。第一支紫苏防晒我去年已经推荐过了，它是一款雾化结合的，但是只有 SPF30，也是不防水的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在通勤的时候使用。它非常的舒服，涂在皮肤上没有任何的负担，很快就成膜了，然后不会拔干，也不会过分的油腻。我觉得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，无论是油皮、干皮或者中性皮都 OK。接下来这支 Lancer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，它是一支纯物理的防晒，涂起来非常的水润，因为它挤出来是像水一样的，不会泛白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水润，就像水一样的，然后不会泛白，不会拔干，也不会油腻。我真的是很推荐，而且它是纯物理的，就适合敏感性肌肤，这一支是非常推荐的。这个 Color Science 防晒粉是我觉得地表最强的补妆利器，也可以说是补防晒利器吧。大家知道在户外的时候尽量要做到2个小时补一次防晒，但真的是很难，尤其是你带妆的时候，所以就有这样一个非常神奇的产品，它这样粉，所以你搓涂，它就是一种哑光的效果，然后有一点点颜色，所以它有色号的区分，不是太黑的人选Fair 最白色就可以了。它有 SPF30和50的区别，50的话颜色稍微深一点点，30的话就几乎是透明的，不会对你的底妆产生任何的破坏，也不会觉得粉感很重，是真的非常推荐这一支，而且它是纯物理的，防晒系数非常的高，也是防水的，80分钟。出去玩不要忘记哦。这款欧莱雅的喷雾很推荐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喷雾真的是非常的细，而且不会造成面部非常的油腻，也不会说拔干，但是不是很推荐喷在脸上吧？我觉得喷在身上还是很好的，因为它第一点是你喷在脸上，你
不知道它能不能100%的就是 cover 所有的肌肤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其实喷雾的正确用法应该是先喷到手上，然后这样 rub， 难免就会破坏底妆。说如果你误吸入的话，现在研究还没有表明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，所以大家尽量还是用喷雾来喷身上好啦。这一支呢也是同样是雾化结合的 Elixir， 非常非常喜欢。它涂出来是像乳液一样的，也是含有美容精华成分的，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，成膜快，不会泛白，不会油腻，也不会拔干，是真的是很赞的。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防水啊，因为没有说，不管是通勤还是外面都很适合。接下来这支是 SkinCeuticals， 这支产品呢是纯物理的防晒，我去年已经介绍过它的一支没有 tinted 的版本，这支是 tinted 的，是有种肤色，挤出来是这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颜色的，像我这样的黄2白的话，使用起来是有一点提亮的效果，它不会有粉感，可以遮盖一些轻微的红血丝或者是非常非常淡的斑点，也可以均匀肤色。所以我在不化妆，光是出门跑步或者运动的时候一定会用它，但是我不建议它之后跟妆，因为其实它还蛮滋润的，而且吸收的很慢。如果你化妆的话，就觉得它好像就是浮在皮肤表面，会导致你之后的底妆变得很糟糕。但是单独用它是很 OK 的，我不需要使用任何的润肤产品，只要起床以后直接用它就可以了，因为滋润度是很 OK 的。油皮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一款了。接下来这款 Image 是我美国皮肤科医生推荐的，它是一款纯物理的防晒，非常非常的滋润。我强烈推荐给沙漠皮、干皮或者不管用什么都会拔干的同学。油皮的话可以避免了，它使用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就是很滋润，但是不会说很油腻，而且一点都不会泛白。接下来这支是安耐晒，号称地表最强防晒，每年不管我买多少新产品，一定会回购，就是有了它才安心。同样是一款雾化结合的产品，这一款呢，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泛白，但是涂在脸上吸收也蛮快的，不会特别滋润，也不会拔干，所以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。防晒效果不用说了，防黑防伤真的是非常赞。这一款呢是食品屋 Tama 防晒，是一款纯化学的防晒，使用感非常的好，不会泛白，很快的就吸收了，很快也成膜了，就是蛮推荐这一支的。接下来这支是兰蔻的，这支也是纯化学的防晒，但是它有一点非常特别，就是它涂在手上以后，不是它涂在脸上以后会觉得很清凉，特别是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有一种降温5度的感觉，所以还蛮推荐的。同样是吸收快不油腻，成膜快不会泛白，适合各种各样的肤质。接下来这一款呢是雅漾的，它是资生堂代工的一款纯化学的防晒。相比起今天介绍了3款纯化学的防晒嘛，滋润度来说的话，兰蔻的大过于 Tama， 大过于雅漾，但是它们都是适合任何样的肤质，不会说你如果干皮用的会很干，或者说油皮用的会很油腻，都是非常推荐的。使用感其实还蛮像的，要这样说来的话，雅漾的应该是最轻薄的，很适合跟妆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、有疑问或者有什么想看的，欢迎在底下给我 comment， 我都会仔细的阅读并且回复的，请多多支持喽！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